小废物手作的 Roxy， 这一集又是我们的毛线分享，国外毛线开箱。好，这次我去的是日本，然后大概10月中的时候，然后我去了，因为这次是有跟先生一起的员工旅游，所以只有1天的时间是在东京有自由活动的时候，所以身为手作人，自由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找手作的东西，对不对？好，除了毛线以外，我还有购入一些小手作的东西。不过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分享毛线的东西好了。毛线呢，我主要购入的商家有2间。因为身为外国人，我也不太好意思去问商家说店家我能不能拍摄，所以时间也不多，所以我就去我确定可以买到想要的东西的地方。好，第一间我去的是尤萨瓦雅是他们的手艺的类似手艺的综合店，然后它在东京各处都有很多分店。我住在那时候。我们的饭店是在那个 Kinji 锦细町那附近，然后正好有一个 mall 里面就有1间那我就直接去那一间逛了，在饭店附近而已。那一间其实里面真的是杂七杂八，什么都有。然后我有买到一个尺寸很大的东西，不方便拍照就没有拿下来。我有买到那个帽，我一直很想要买的。帽子和包包的底板，就是可以做帽檐或者包，其实就是塑胶板啦，然后是专门为这个设计。重点是它也不贵，然后它也不难带，它就直接垫在我行李箱的最下面，所以我觉得 OK 那我就赶快去买了。然后给我家女儿很喜欢串珠珠，所以我给她买了一些串珠珠的商品。然后接下来就是毛线的部分。好，首先这个材料包应该就是钩织人很眼熟，就是吉卡哇的小巴猫的材料包。然后这是因为我家小女孩说她想要学钩针，然后这个有图有线有棉花，她最喜欢材料包了，就拿回来想说买回来给她，没有仔细看这个针号超不适合新手，是4号和2号的钩针，哇！所以这个最后的结局可能是我钩因为其实买了也不错，因为现在汇率，我去的时候汇率还蛮划算的，所以怎么样都比虾皮或是任何的代购便宜一些。好，然后除此以外就没有材料包了，毛线我比较不会买材料包。我去尤萨瓦雅买的，它有很多，其实也有很多很大球的线，像这一种。这个它主要其实也是亚克力的，好，然后它有一点金葱，捞一股给大家看，之后再塞回去。不知道塞不塞得回去。好，它叫 Shiny Gradation。总之，好，捞我就捞了，之后再说。好，它的粗细大概就是我喜欢的粗细，结果一捞出来就有打结处大球线是难免吧。好，然后它线材很柔软，然后大球的呢，这边它其实很多颜色，我买了2个颜色，因为我买这个线主要是想说冬天可能会想要钩织一些帽子什么东西的。然后我觉得它有毛的成分也不多它主要是说使用6号、7号钩针，可是我觉得通常他写的钩针的那个针号都比我本身用的大很多。我自己猜我大概就5号、6号差不多。然后因为它有带有金葱，所以钩帽子什么的，就是装饰冬天的装饰小物、饰品耳罩我觉得应该是蛮可爱的。然后本身我觉得它也不刺痒。还不错，然后这很大一球，我觉得应该是勾个小披肩女儿的披肩都绝对是足够的。对，它有很多颜色，然后我买了2个颜色，一个是偏有点灰绿的，一个是这纯粹就是女儿喜欢的颜色，就有一点薰衣草紫，有气质的紫色。
然后它是，我记得大球这边我没有仔细看，我记得是录制的，可是我还是心一横买了，因为想说就算是录制也是日本委托的，然后我在台湾也买不到，它没有写，应该就不是日本制的。我来猜一下，看这边有没有写，有啦，这边有写中国制，好，所以中国制的，但是在台湾也买不到啊。我觉得喜欢，难得出国一下，就买了吧。我就买了2大球，然后大球的我还买了这个，这个是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喷砂感的毛线，然后我也喜欢蓝蓝绿绿黄黄的东西。这个我记得也是中国制的，它也有很多色号，它有另外有一个色号也蛮讨喜的，是偏桃红色，荧光桃红色。不过那个不是我的菜，所以对，这个也是中国制的，但是它是由沙瓦雅去委托中国制的，所以我觉得喜欢就买吧。它比较没有那么毛，然后它是有一点棉和亚克力，主要是颜色很美，然后亲肤啦，它可以做大件东西，所以我就买了2个。目前还是不知道做什么。好，接下来是小东西，这边就是。我们拿这个标号出来看一下，价钱我其实都忘记了，不过根据我的个性，我其实不太会买太贵的线。太贵的线通常你就会比较要求它的材质，希望是羊毛啊，或是那个特别的什么羊驼毛之类的。然后我没有特别的目的的时候，好像比较不会去买这个线，所以我就买一些可爱的。这一款是中国制的。这个色号其实也蛮多的，然后我选的也是淡淡雅雅的紫色，然后它有一点毛海，好，所以有的时候在秋冬需要，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秋天了，所以秋冬毛线不多。它本身并不粗，我觉得大概3米左右的钩针应该是可以的，2.5太小了，好，5号6号左右，或是在。那个比这一款稍微再细一点，然后它的特色是它的粗细中间有一点点像那种结球的部分，好，它细线为主，但是中间会有一块一块结球的部分，它这样钩织起来的东西就颜色变化不大，但是就是质地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所以我就一口气买了本来想说要买2颗颜色，买2球，可是这好小球，怕东西勾到一半没有了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选一个颜色，买了4球。好，我桌上堆满了毛线。好，接下来这个我好喜欢哦，就是有后悔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多买一点。它叫 Lollipop Garden。好，这个呢我就拿来做，就是大家要看一下上一集的影片，上一集或上一集的影片，就是我拿来做我的小圣诞树。我在买的时候就有想好，它应该是圣诞树相关产品的颜色。你看，绿色打底，然后上面充满了彩点，这不就一定是圣诞树了吗？好，这个也是中国制，我这次好像没有买日本制的毛线。好，然后它的颜色很跳，然后它的使用的针，因为我用过了，钩针的话，我觉得也是2.5到4号5号都可以使用，因为它并不是很粗。好，如果你要勾浪叶的东西也可以。然后我觉得它如果掺一股就是河谷，弄一个比较普通的绿色的东西，然后跟它再掺一股去勾起来，会没有那么毛，但是应该也蛮好看的。所以我一口气买了4球，有1球被我拿来用了，这很可爱。然后回来以后在 YouTube 上看到有YouTuber 做毛线，就是做钩织的，他也有买这一款毛线，他是买这个颜色，然后把它做成了钩针的套子，超可爱的耶。然后心想，哇，这应该当初应该不止这2色，应该有好多色，应该要多买几个颜色的。这个是以白色为主的，白色的底，然后上面是那个就是
可口的颜色的彩点，我觉得很可爱，如果我很喜欢。不过我们再看下去，就是油萨瓦雅的战利品都在这边。然后后来呢，我就去了心心念念的百元店，因为时间没有很够啊，所以我就只去了，我没有去大创，我去了 Celia， 然后也是买了一些东西。好，我的桌上和大家看不到的部分也都充满了毛线，我来掏出来。然后买的时候我发现有我很喜欢这个线的平替版本，好，平替版本来了，这个是我在 Celia 找到的。然后老实说啦，我觉得线的质感当然是有一定的差别，因为这个是百元店的，然后这个我真的忘记多少钱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是20块台币一球的东西。如果20块台币一球，我不可能只买2球的。但是这个就是20块台币一球的东西。然后它比起它，我们把它指标拿下来看一下，看它比起它稍微毛一点。好，这样子，很明显的差异。首先克数不一样啊，尤扎瓦雅买的这一款啊，它比较重，它30克，所以理所当然价钱就不一样啦。再来，先不要装起来，可以看一下它的线材的部分，它的线的芯，它比较有线条感，我觉得它太毛了，应该是说太毛了。然后拉起来看一下。然后我这边也拉一股起来，好，踩点的距离有差，然后上面这一款是踩点的跑色和距离其实也不太一样，好，上面这一款是贵的，然后下面这一款是百元的。不过身为百元店，我觉得其实这个表现也还不错了。我对它最大的 complaint 就是太毛了，就是毛的部分比较多。然后这一款在日本的那个手作界也蛮红的，我看蛮多人去拍影片啊，然后去开箱，然后做实测实钩。然后它这边有给一些指样，就是因为这种比较花俏的毛线，它会给你看一下大概出来的样子。我觉得它在装饰小东西啊，应该是真的就都蛮可爱的。我应该会用它试试看来勾一个棒棒糖，棒棒糖应该会看起来非常可口。然后这个平替，既然找到了平替版本，不可能只买一色，所以我后来又买了一个紫色的。一直出现紫色是因为我女儿喜欢紫色啦。好，它就是紫色的跑色就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它就是深浅的紫色和白色这样子。然后线性都是偏细的，然后看起来蓬都是因为毛的关系。然后这个都不能太讲究它的材质，它是说有毛啦，有毛是5%，然后上面其实都是一些合成材质的奶龙啊、阿库里鲁啊，就是亚克力啊之类的，所以应该就是开心可爱的线材。我买了3球，然后还有比较奇妙的线材是这个找到我觉得也蛮开心的。这个就是毛线材，但是我去的时候色号剩的很少，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也就这一款，它真的蛮少的哦，就应该够不了什么，可能跑个帽子的边就没了，就这样，因为它的线也很粗。然后我有看到日本的 YouTuber 把它勾成就是像手机背带那样，冬天的手机背带，我自己是没有办法驾驭啦，但是我觉得看起来是蛮可爱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用来打那个就是你的作品的边缘啊，
娃娃的衣服的边边啊，都会很有一个隆重感，有种貂皮大衣的感觉。然后小孩的手套啊，或者是自己的帽檐的话，可能2球一起用上，说不定不见得够，最后就打一圈短针这样子，应该是还不错，真的蛮可爱的。啊，因为这2个色也真的就这一色我喜欢的，也就只剩下这2球，所以我就只买了这2球。有的话应该是会多买一些。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玩偶线，它是绒的，拆一下。好，然后我没有很喜欢这个线材，这个是因为冬天总是会有就是跟它差不多的用途的，就是在作品的边边啊、边缘啊，会希望有这种好摸的材质。它本身其实还蛮舒服的，就跟这些线材，其实百元店的线材摸起来，我觉得都比想象中的好。然后这一球是30克，长度不长，然后材质也就是合成的材质，并不是这种通常都是合成的材质。对，然后这种应该都是 Made in China， 对，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啊。然后这个就是 Celia 买到的比较奇异的、比较花俏的线材。还有，这是真的一次买够它了。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我看就很喜欢。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很明白，就是我喜欢绿色，我女儿喜欢紫色，所以买来买去就是绿色、紫色。好，这一个呢，这个指标比较难拆，这个我是自己想要，因为它不粗，我喜欢细线，然后它很柔软，然后它有一点花色，就是怎么说啊？它的另外一色这样，我买的另外一色长这样，就它是偏绿和灰的，这不是很明显。可是这一款就有一种花田的感觉。哦，前面太多东西了，我觉得大家看不清楚，我把它往后推一点。对，这一款就有一点花田的感觉。然后它的支标在这边，好，它这边会给指样就可以看到它指起来钩织或是棒针起来大概的感觉。然后我把它拿上来一点，看能不能看到详细的说明。好，它的材质应该也是亚克力的，然后它是主打它是松软的感觉。然后这个购买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颜色我很喜欢，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特别，就应该拿来，因为它比较细啊，然后譬如说拿来勾个束口袋之类的，它就不会太厚重。然后也可以钩织蕾丝，等一下，这种东西就是它需要细的东西才能松细的线才能拉出这种，就是这个叫做茉莉花针。对，我那时候脑海好像是想了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的，因为这个用太粗的线作品就会比较粗胖，我比较不喜欢，我觉得这个好看，所以我就买了2色，各买了2球。好，最后一种线，终于到了最后这一个线材哦，这个就是我的老朋友最喜欢的棉线。好，这是纯棉线，它是土耳其制的，然后它好多颜色，一时眼花缭乱，没有办法买太多种。所以我就选了比较安全、比较秋冬的色彩。我总共买了5球，然后它是来看一下这边哦，这边是 Made in Turkey 的，它是土耳其制的土耳其棉。然后还有什么资讯吗？资讯就是100%，这不是棉的它也是阿库里鲁，买回来才发现它也不是棉的，它也是亚克力线，但是它很像棉线我居然被骗，好好笑好，那我觉得你看，大家看一下它质感，我被骗的也是一种被骗的合情合理的感觉。然后我知道这一款线是因为这一款我有看到
也是有看到影片，有日本的 YouTuber 介绍影片，然后他有拿来做东西，然后颜色很多，然后我觉得质感，我自己在那边摸，我觉得质感蛮好的。我没有一时买太多了，一时忙乱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对，它就是偏细号的针，4号、5号钩针，我觉得差不多。看一下，是手上这一根是4号针。对，差不多。你看勾起来质感很好，所以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微亮亮，可是又不是真的亮，这种我觉得很容易下手。然后就配了2个颜色，想说我很喜欢这个蓝不蓝绿不绿的东西，想要可以合配勾个包还是什么的。好，全部发表完毕了，大家看开箱看得还过瘾吗？这次真的是我自己去，好久没有去日本了，每次都是在网络上看大家买，这一次终于换我了。虽然只跑了2家店，可以买出这么多东西，我把它们都捞回来。哇，对，买毛线的优点呢，就是行李箱不会超重，因为毛线很轻。缺点呢，就是它很大，除非你有带压缩袋去，能买的可能这样就。如果是小行李箱、登机箱，这样就快满了。好啦，大家有没有去日本啊？买到很好的线材，欢迎跟我分享，也会欢迎就是你有买到类似的东西，有分享有作品，也欢迎跟我讨论一下，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我可以再请亲人去代购。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啦，希望下次我们这一次我们之前是做了。我之前是录了韩国的，还有美国的，这次来了日本的，对。然后目前暂时没有出国的计划，所以可能暂时就这样了，暂时就只有3集国外毛线开箱。好，那我们这边就到这边咯，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大家去各地买的毛线，拜拜。